大家好，欢迎收听碎碎念，我是碎。前一集穿上裙子就输了，提到了性别框架、中性、中立这些词，然后我也提到说，我希望开另外一集去更详细的说明我最近一直在讲的中立这件事情。那这一集就会更深入的谈到关于中立这件事，可能也会有很多面向出现在这一集，因为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厘清我究竟想要讲什么，都发现它涵盖的范围挺多的。那先从为什么我这个标题会下极力摆脱矛盾，但人本是矛盾，这个主题明明是在讲中立，但是为什么标题是这样下？因为我发现中立这个词代表着我想要是在一个光谱之中完全的中立的状态，可能我在于理性上面有一些我想执行的理念，我觉得是正确的、正义的价值观、事情，但是我的感性面或是我的举止却无法完全照着我的理性走的状态下，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其实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这句话在其他的集数里面也有被我讲到几次，因为我常常会讲一讲，会觉得我明明是这么想的，但现在讲到一半又是另外一个想法，我自己觉得很矛盾。这个情况是有发生的。那我发现我会想要极度的摆脱于这个矛盾的状态，但是说到底人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完全的100%的处于一个中立。再来是，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成为一个中立的人？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么的影响我，或是它会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无法成为自己想要的不矛盾的人，是困扰着我的问题。我可以先从一个例子开始讲起，可能跟上一集也有一点点关联，提到的性别框架这件事情。如果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每个人都不应该被性别框架所限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类型、样貌、气质、个性，这些东西都不该是被性别化的。那我的理性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就是我觉得正确的观念，但是可能带到了情感面上面，或是我在认识人的时候，如果以恋爱来举例的话，我可能其实自己还是会有我个人比较偏好或是我个人喜好的一面，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上的特质我会可能有所偏好，但是我自己同时间又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偏好所以改变我的喜欢。好，再一个假设好了，就可能有点抽象，像我自己就觉得女生不是一定要长得可爱或者长得漂亮，像我自己我可能比较个性比较大啦啦，或是我并不是什么传统观念下的漂亮的女生、可爱的女生，我不知道怎么撒娇，或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表演成个，就是表演这个词听起来会有点讨厌，但是我之前有过觉得自己就是意识到自己好像刻意在表演成一种别人会比较喜欢的样子，然后那个可能会是异性或是我有感兴趣的人面前会表演成一个我好像觉得对方会喜欢的样子，但是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很反感。我这样子知道自己，然后我也告诉自己我不会想要被限制，那我也会觉得那其他人不能被限制嘛。但是我可能我期望的对象会是一个比我高大的人，但是这个我又会觉得这个很高大的人或者这个高大的形容词很常被套用在男性身上，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人会喜欢这类型的人吗？这些都只是我现在的举例，就我会觉得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是那么的高大，或是每个人都有，我就说嘛，外貌或者外观或是个性，他每个人都可以有软弱的时候，并不是需要有一副我可以保护你的样子等等的这些，但是这些形容词好像又很容易被贴到你知道男性身上，就是如果是在一个男女性的这种交往的情境底下的话，那我自己就会告诉自己说我不能这样子去看别人，但同时间我的感性又会觉得说其实我是有这个偏好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自己一直很矛盾，会觉得自己是有双重标准去看待别人，即使我知道这样是错的。
那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假设，这些都只是我擅自假设的那些吸引我的人，他们只会喜欢某种类型的人，而因为我可能会想要去刻意符合那个类型，但是我同时间又知道我不需要去符合那个类型，因为那个并不是真实的我的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又会显得毫无根据嘛，因为那都是我的假设。然后前面刚刚讲的这些例子也是我的假设，其实有偏好也没有什么，那就是自己的偏好。那么我只要懂得尊重所有人的话，我想就不会有问题。这一直很现在说我必须平等的喜欢所有人，但是事实上是无论是在恋爱上面或是人际之间，不可能有人是可以完全的平等喜欢所有的人。所以尊重所有人不等于必须平等的喜欢所有人，是我后来理出来的结论，就是在于如果是以性别框架这个为例子的话，我发现我一直处在于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不应该被性别框架限制，是我相信的价值观，相信的理念，所以我好像也把它这个跟我必须喜欢所有人这件事情画上了等号。但是其实只要就是我不会因此去否定不是这样子的人，或是也不会要求所有的女性、男性或是任何性别的人都必须符合特定的样子，我也不会认为不符合的人就比较差。所以这些都不会的情况下，其实我的偏好就只是偏好，我并不是歧视任何人。我告诉自己要去尊重所有的人，但是就回到我就前面讲的，并不是说尊重所有的人就等于说我必须平等的喜欢所有的人，就只是我之前一直陷入在这个圈圈内，我觉得我的理性一定要符合我的感性，但是事实上是我无法做到，我真的没办法去改变我自己的喜好或者我的偏好，因为人心是善变的，然后人也会随着各种因素改变自己的想法。我的感性这一面就是很像一个波，是很难以去掌控的。那就接续来讲说，又是为什么我会是这么的想要成为一个，或是那么努力的去不让自己是一个矛盾的状态。我觉得这些行为背后是会有理由的。然后我去找了那个理由之后，我发现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公平的人，不希望因为我的任何的决定或是行为伤害别人，或是我也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当我发现自己是想要成为一个公平的人的时候，这同时间可能也代表着我是对自己要求想要拥有一种一致性，而且是非常高程度的一致性，会先分析事物，然后在分析事物的同时建立起一套能够说服我自己我这些是正确的理念或是价值观。接着我也会希望我的言行举止是符合我所相信的理念，然后如果没有符合的话，我就会开始检讨自己，或是觉得自己要哪边需要修正。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的机械化的一个想法嘛。而当我没有达成这种一致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公平的人，然后又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矛盾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严格的去要求自己一定要有这个一致性，就是如果当我把我要求的这些放到其他人身上，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也是人啊，他不一定要这样，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可能真的有人可以完美的执行或者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就是没有人是可以这样做到的。我用这样子的想法去看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对他人很宽容，但是相反的对自己就很严谨要求。这方面我会觉得是关乎我的个性吗？这好像也不是我现在发现的问题所在。我发现我自己要学习的是对自己宽容一点，但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改，学会接纳自己吧。因为我在想，我觉得我做事情算是挺理性的一个人，或是会想要成为一个可以以理性去看待事物，然后看各种角度去分析所有状况，然后再采取行动的一个人。所以可能是因为习惯过度分析，
那分析本身是一件好事嘛，我可以分析各种情况，然后他去做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或是我分析所有的路线，去找寻最适合我自己或者我最想要自己做的事走的路。但是过度分析的话，就会显得让我觉得我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准备好，我才能去执行。但很长的现实下是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很多时候是要去执行了才会知道什么做决定，或是才会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好的。而且有时候反倒分析太多，琢磨太久，迟迟会变成跨不出那个决定，就变成一直停在那边没有去行动。所以我常常可能会把这个人生想成我要先想清楚弄清楚我再去做，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我要先做我才能想清楚。但其实这点我有时候也觉得挺矛盾的，我确实会想很多，但有时候我又会算了不想那么多就直接做了，虽然是比较少但还是会有。那么这个习惯背后也是有理由的，我会觉得我会想要掌控好自己的人生，我可能对于我的人生偏离轨道这件事情，或者偏离自己的掌控之中的话，会感到不安心吧。这件事情也导致我长期以来有一种想法，是觉得自己不算是一个敢冒险的人。然后我现在又发现一个很矛盾的点，我之前可能也讲过，就是我会想要跳脱所谓的社会框架，我想反抗这个社会框架。我假设这些，但是这个假设又只是我擅自的假设，可能人生到哪些人生阶段就该做什么事情。去看这个社会的话，多数人可能，但是或许这也只是我看到的多数，就可能多数人会觉得说，好，大学毕业找一份工作稳定，然后步入家庭等等的，这个好像这个路线是多数人所选择的路，所以才会形成现在的一个社会嘛。但这也可能是错的，只是我猜错，我假设错的东西。但我就是觉得说，好，大家都走这种路，我偏不想要照着社会所传统既定的路线去走，所以我很想要跳脱出来。但同时间我自己又是一个不敢冒险，因为我不敢让事情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可能无法接受自己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因为可能心里深处会觉得只要失控的话，没有人可以来帮我，或是我可能会一蹶不振，我不知道我的状况会变到多差，然后那个状态是让我感到害怕的。所以同时间我又一直依靠着我的理性去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正确或是一个稳定的轨道上面，但同时间我的感性又是觉得那边有一个我假想的社会框架，然后我要跳脱那个社会框架，我反倒是要去反抗那个社会框架，所以这又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不过说到社会框架这一点，反倒想想那些东西或许只是我自己框住我自己的社会框架吧，就如果没有人跟我讲这些的话，我还会去这么想吗？也许那些社会框架只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假想，然而我想去反抗它，但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反抗或是反着走，偏偏不要叛逆的样子。有时候那个反抗好像也只是在回应着那个框架，所以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我知道所有选择之后，我依着我自己的信念意念去选择最适合我最想要的决定，可能那个才是自由。假设以刚刚说的到一个年龄之后要建立家庭，然后我偏不要建立家庭，我就是死都不结婚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很反向的嘛。我并没有去真正的思考过自己究竟有没有想要有家庭这件事情。当我好好去思考我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建立家庭，我不是因为想要反抗这个社会框架而不去建立家庭的情况下选择这个决定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且这个有一个问题也可以套用在有一集我是以为是问说，就是如果这个全世界都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话，我还会那么在意我的外貌吗？同理，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期待我应该要怎么去活的话，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任何的社会框架的话，
我还会那么想要的去反抗，或是那么想要去突破自己吗？我觉得答案可能不会，我可能不会那么的努力，或是那么的用力的思考我的人生到底是要怎么样走才会是我觉得是正确的人生，或是思考这些东西，我搞不好就只是会平平淡淡的过我的一生。因为当没有任何束缚，没有任何的压力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搞不好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所以问题在于的是，我真正想要过的人生是什么？我现在可能知道了，我不想要什么，我不要什么，然后我也知道哦，什么东西是我觉得正确的，什么东西信仰是我想要相信的，但我还没有确切的知道自己在这个人生中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我只是走一步算一步，确实还不知道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的答案是什么。可能我知道我不要什么，就是我不想要成为一个伤害别人的人，我不想要成为一个双重标准的人，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知道怎么去回避。但是他可能没办法真的明确的告诉我要怎么走。但是如果就是又在前面讲的说人生并不是100%确定才能做决定，或是没有什么100%的事情的话，那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明确的路。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啊，就是我还不知道自己确切想要过什么人生，但是确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我可以100%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到头来讲，这个光谱我很想要往这个极端的去走，我就是一定要知道不知道，就只能是否对不对，要不要，但是同时间我又想在中间，没有，应该这又有点奇怪，就是我想要这个是否对不对跟这个中立应该是不同光谱。总而言之呢，太执着于这个极端值，人生就并不是一个会一直待在同一个点的状态，那这个光谱是可以一直去改变的。所以变成如果回到这个我真正想过的人生是什么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套用到前面讲的，我会去分析一套让自己幸福的价值观跟理念，帮助我面对这个我真正想过的人生是什么的这个问题的话，就变成我不是去分析出这个真正的答案，而是我去分析去厘清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阶段吧，不会是马上就知道我要是什么，而是在每个阶段下找到一个我可能当下想要做的事情。就像我现在录每一集 podcast， 不断的面对一个问题，然后去找寻这个问题它背后的原因，或是我接下来其实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好像人生是一个问题加一个问题串联起来的模式吗？就变成我是不断的去寻找课题，然后去体验那个课题。要告诉自己说，每个课题之下要学会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然后也允许自己去体验，然后去改变想法，就改变自己。本来人就是会一直改变啊，我就觉得人会一直改变，所以人生也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然后每个课题你会学到的东西不一样，那经由这个学习这个经验，就会发现自己会有所成长，有所不一样。那这就是人生吗？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好，那我觉得从这个中立，然后发掘这个背后的原因，以及究竟是哪一部分是我需要去学习的，到最后谈到这个人生的部分，他们确实都是有连贯性，就他们关乎的是我的人生。然后其实我不确定听这集的人是不是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矛盾的一面，所以才听了这一集。那么希望这里面的一些想法可以对你们正在思考的东西是有所帮助的，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那么谢谢大家收听碎碎念，我是碎，我们下次再见。